大家好，这里是看着说。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过度训练。很多参加运动或者健身的人都会觉得自己进步的速度太慢，想通过更加努力训练换来更多的训练效果。可不知此时自己的身体已经处在过度训练的状态下。过度训练经常发生在运动员和健身爱好者之中，但是多数过度训练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造成的结果轻则无法获得训练效果，重则生病受伤。那么我将用2期的时间给大家讲讲过度训练的问题。过度训练是因为训练频率、训练量以及训练强度等安排问题引起的身体疲劳，可以分为急性过度训练和慢性过度训练。急性过度训练虽然使身体进入到过度训练的状态，这种状态的表现就是训练后的劳累以及短期的运动表现下降，例如力量降低等等，但是经过适当的休息以及营养补充，急性过度训练可以使运动表现回弹，也就是训练效果出现小波上涨。因此急性过度训练也可以说是件好事，定期搞一下可能让训练效果更加明显。例如阿诺德有时就会和训练伙伴拉着深蹲架和烧烤架去郊外深蹲1天，这样1天下来身体疲劳无比。这样搞一次的结果就是肌肉巨大的破损，随之可能带来巨大的补偿。那么一旦急性过度训练频繁的出现，身体无法真正的恢复，就会发展成为慢性过度训练，这时麻烦就来了。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训练发展阶段变化了解到，慢性过度训练是由急性过度训练堆积出来的，届时你努力得来的训练效果就将降低甚至消失，运动表现随之下降。所以慢性过度训练就是急性过度训练串联出来的。一旦进入到慢性过度训练，这种状态在身体里的时间可能长达半年以上，而且就算将训练频率、训练量以及训练强度调整下来，身体也不会马上脱离过度训练的状态。对于抗阻力训练来说，过度训练一般分为4个过程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表格更好的了解。因为表格大，屏幕小，各位可能需要截屏才能看清楚。在慢性过度训练发生时，也就是进入到慢性过度训练的第1个过程，身体进入慢性过度训练几天，肌肉神经元出现功能变化，这时在运动表现上没有任何改变，你不会察觉这些变化。第2个过程，身体进入到慢性过度训练几天或几周的时间，会出现暂时性的肌肉神经募集改变，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开始混乱，这时仍然没有出现运动表现上的改变，你还是不会察觉。第3个过程，身体进入到慢性过度训练几周到几个月的时间，此时肌肉收缩出现改变，肌糖和肝糖的储备降低，静态心率下降，免疫功能改变，激素分泌下降，情绪出现变化。但是这时运动表现可能出现变化，也可能还是没有变化。最后一个过程，身体进入到慢性过度训练几个月的时间，此时肌肉爆发力、力量、体积都会下降，糖酵解功能下降，身体会出现疾病状况，情绪和睡眠出现干扰问题，此时运动表现才会出现妥妥的下降。可以发现，慢性过度训练不把你拖到谷底，它是不会让你发现的。出现慢性过度训练以后，你整个人都不好了，训练欲望和愉悦感降低，运动表现下降，食欲不振，免疫力下降，出现睡眠问题，肾上腺素、去甲肾上腺素、皮质醇分泌增加，安静时促黄体素下降，总睾酮和游离睾酮的浓度下降，还会出现各种情绪问题，例如疲劳、紧张、焦虑、沮丧等等。而且如果你发现你的训练长时间没有任何进步，你的身体可能进入到过度训练状态了。每个人因为遗传基因、身体条件、训练情况、营养补充状况、休息水平不同，发生过度训练的情况也各有不同。造成慢性过度训练的主要原因来自于4个方面：训练频率、训练强度、训练量以及营养补充问题。在训练频率的视频中，我讲解过，要根据不同的训练级别安排每周的训练频率。超量的频率意味着肌肉可能没有从上次的训练中完全恢复过来，再次训练肌肉将进入到疲劳状态，随之引发过度训练。研究表明，当训练强度高，并且连续6天以上不休息，在 ERM 的力量测试中 73% 的人力量就开始出现下降。在训练强度的视频中，我解释过，训练强度就是单位时间内做功的多少。如果不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增加强度，或者随意减少高强度训练的休息时间，就可能造成过度训练。在训练量方面，负重、每组训练的次数和组数的乘积就是训练量。抗阻力训练的时间随意延长，例如超过60分钟的训练。在大负重的训练中，增加训练组数，
都意味着提高了训练量。训练量大是造成过度训练的最重要原因，这主要是因为训练量大以及训练的时间加长，直接造成合成肌肉的相关激素分泌出现降低，分解肌肉的相关激素分泌出现升高。产生过度训练在营养方面的主要原因来自于2个方面。第一，碳水化合物摄取不足，尤其是训练后肌糖原的补充不足。在训练后碳水化合物摄取的那期视频中，我提到了肌糖对于肌肉恢复的重要性，不了解的小伙伴请出门左转。第二，脂肪摄取量不足，这主要是过度训练的人都处于激素分泌不足的状态。我在脂肪和睾酮的那些视频中特别讲解过，少于总热量20%脂肪的摄取将会直接降低睾酮的分泌。知道了什么是过度训练以及过度训练的产生原因，我将在下期视频中告诉大家过度训练的解决方案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过度训练分为急性和慢性过度训练2种。急性过度训练是单次训练造成的，可能对训练效果有帮助的作用。慢性过度训练是由多次或者连续的急性过度训练组成的，对于身体健康以及训练效果有消极作用。由急性过度训练转变为慢性过度训练，一般分为4个过程。造成过度训练的原因有4个：训练量过大、训练频率过密、训练强度过高以及营养补充问题。其中最容易也是后果最严重的就是训练量过大，因此把握每次训练的时间非常重要。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